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种物质，大家很少听说，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肠道细菌通过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的，它对我们肠道、免疫系统和大脑的健康呢，都非常重要。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那么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它就叫短链脂肪酸啊，听起来脂肪酸好像是应该从脂肪里来啊，其实它不是。这个短链脂肪酸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在吃的膳食纤维里面有一部分它是不能被消化的，这部分不能被消化的膳食纤维呢，就被肠道的微生物发酵啊，产生了短链脂肪酸。这个脂肪酸里面啊，总共有3种啊，最多的一种呢叫叶酸。这个叶酸呢，它占短链脂肪酸的 60%啊，它是被肠道呢吸收到血液，血液循环呢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呢，它可以进入到大脑，所以呢它对神经系统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它随着血液循环嘛，所以它走到哪里对哪里就起作用，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肝脾肺肾啊这种内脏器官和我们的肌肉还有大脑脊髓都非常的重要。那它都有什么样主要的功能呢？一个就是参与肝脏和肌肉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在我们身体啊能量不足的情况下呢，叶酸呢还会给我们重要的器官像心脏和大脑啊提供能量。对我们想保持体重的朋友来说呢，叶酸呢特别重要啊，因为它呢通过影响我们的下丘脑，可以呢调节我们的食欲啊，增加我们身体的能量，减少你产生饥饿的感觉。那么在短链脂肪酸占第2多的 20% 呢，就是丙酸。这丙酸被肠道吸收到血液里面，它第一站就是去的肝脏。在肝脏呢，参与了葡萄糖的代谢，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稳定血糖的水平。它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减少胆固醇的合成，特别是能够降低呢它血浆里面的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的脂蛋白，从而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丙酸在大脑里面的含量过多的话，那研究发现呢，它会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呢有关系，比如说自闭症帕金森综合症、早老性痴呆，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氏病。换句话说呢，过多的丙酸进入到大脑并不好。所以呢，这个丙酸是一个双刃剑，对心血管健康有好的一面，但是呢，过多的丙酸对大脑有害。我们怎么样防止在大脑有过多的丙酸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呢跟大家进一步探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给我们留言。另外呢，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小铃铛，你以后就不会错过。好，我们下面讲第3个，就是丁酸。丁酸呢，其实比丙酸就少一点占 15%。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护我们肠道的黏膜的完整性。肠道黏膜是我们肠道的屏障，它把呢不好的东西呢排斥在外，把营养物质呢吸收到里面。所以这个肠道的屏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肺是吸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的话，那我们的肠道呢就是把所有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吸收进来，把有害的物质排泄出去。那么第2个丁酸的作用就是抗炎。丁酸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炎作用，不光是可以减少肠道的炎症，全身的炎症，包括我们大脑的炎症，丁酸都可以抑制那些促进炎症发生的这个细胞因子，减少肠道和全身的炎症反应。它的第3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血脑屏障。大脑和血液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屏障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通过血液进入到大脑的。很多我们吃的营养的东西呢，它进不到大脑里面，它就起不到作用。但是呢，有害的物质进到大脑就会对大脑造成损伤比如说细菌病毒等等。所以这个血脑屏障非常重要。因此呢，这个丁酸对我们大脑的健康在神经精神疾病方面呢，它的作用比较大。它可以防止大脑的慢性炎症，对焦虑症、抑郁症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慢性炎症现在是很多神经精神疾病的一个基础并不是说这个慢性炎症一定要造成某个病，但是呢，它给这些病的产生和它的症状的严重性
和对药物治疗的反应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控制全身的慢性炎症就要从肠道做起。第4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讲过，就是调节免疫系统，它能够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增强抗炎反应。最重要的是它维持免疫系统的稳定性。我们的免疫系统既不能弱也不能过强这两者呢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讲阴阳平衡，其实我们身体在每一个系统每一个水平上都有阴阳平衡的问题，是吧？在免疫系统也是有抑制炎症的细胞因子，就有促进炎症的细胞因子，它们总是起到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平衡的作用。人体健康的本质就是一个平衡，无论是能量水平的平衡还是生物化学水平的平衡，都是健康的关键。那么如果我们把这3种短链脂肪酸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它的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维持肠道的健康，特别是保持肠道黏膜的完整性，防止出现所谓的肠漏的症状。在黏膜细胞之间有个缝隙，这个缝隙它的开关是很讲究的在它要吸收营养的时候它打开，在它要排斥外在的不好的东西它要合上这个关合的过程牵扯到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微量元素锌对肠道的稳定性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2个呢就是抗炎的作用人们发现呢，这个短链脂肪酸可以抑制身体发炎的细胞因子，像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还有那个白介素6都会呢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对肠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像克隆氏病结肠溃疡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3呢，就是因为叶酸参与了胆固醇的合成和代谢，丙酸呢参与葡萄糖的合成和代谢，它在身体里面起到一个平衡血糖和脂肪的作用，在体重管理方面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短链脂肪酸呢，通过对下丘脑的影响，可以调节食欲调节我们能量的摄入，这样的话对体重的维持呢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会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促进它们抗炎的能力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最后呢就是对大脑的影响，因为它能够通过血脑屏障发挥刚才我们讲过的它对炎症的控制，对能量的补充和免疫功能的调节对很多神经精神疾病都有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抑郁症、焦虑症、自闭症。当然呢，这里面要提出的就丙酸水平过高呢，跟自闭症的产生呢是有一定关联的。同样也是这个丙酸因为它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合成调节血糖，对心血管的健康呢是非常重要。丙酸对大脑的发育，特别是自闭症的发生有一些影响，但是整个短链脂肪酸来讲，你如果维持它在正常的水平的话，它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身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正常呢？那最关键的就是膳食纤维，因为呢它是靠肠道细菌发酵，身体里面不能够被消化的膳食纤维产生的，所以呢膳食纤维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哪些食物中膳食纤维最高呢？第一呢就是全谷物，燕麦糙米。第2呢就是豆类像扁豆鹰嘴豆。第3呢就是抗性的淀粉就是不容易被混坏转化成葡萄糖的淀粉，比如说像青香蕉、冷却以后的煮的土豆、冷米饭，这些呢都属于抗性淀粉但是我不知道谁能吃下这个冷米饭。另外呢就是水果和蔬菜，特别是苹果、胡萝卜和亚麻籽，因为它是靠肠道的微生菌来发酵的嘛，所以食品当中能够有助于肠道益生菌的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酸奶、泡菜、酸菜都有助于维护肠道菌群的平衡，也就有助于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如果大家还不放心因为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饮食方面的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呢，肠道的益生菌比较少特别是乳酸杆菌、双歧杆菌，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补充它，在补充它的同时呢还可以补充一些益生元也就是说给这些益生菌提供营养的，像低聚果糖还有菊粉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益生元。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跟吃没有关系跟运动有关。运动它能够促进肠道菌群的多样性，益生菌要多，品种也要多，才能保持肠道的菌群平衡所以运动呢可以促进这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来促进这个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总而言之，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要有足够的膳食纤维同时呢还有促进益生菌生长的食物，最后呢还要增加运动。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身体有足够的短链脂肪酸，对我们身体、大脑和精神呢都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大家点赞、转发和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健康资讯。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